库尔斯克仍在激战，为阻止乌军的持续深入，俄军调动多支部队驰援。俄罗斯认为乌克兰正在与北约协同作战，共同执行这场进攻任务。白俄罗斯宣布，为应对接下来的局势，白俄军方将进入战备状态。以色列得到情报，表示伊朗将在15日发动报复行动。美国五角大楼紧急驰援，在派出航母的同时，核潜艇也将部署中东。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俄罗斯国防部表示，目前正在托尔皮诺与奥博什科洛德茨附近与乌军交战。截至目前，乌军已经深入俄本土1周。截至目前，乌军已经占领了超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摧毁了多支俄罗斯守军部队。根据北约方面的情报，在库尔斯克地区，俄罗斯防御部队大约只有5000人的规模，其中大部分还是动员兵，严重缺乏精锐的野战部队。眼看局势恶化，俄罗斯国防部一方面安抚人心，宣称已经顶住了乌军进攻，另一方面还在积极调派兵力驰援。根据媒体报道，8月11日，乌克兰从北约获得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向库尔斯克调动大量援军，总兵力达到7个陆军旅，其中包括陆军部队、瓦格纳雇佣军、空军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等。在库尔斯克地区指挥特种作战的俄军少将阿劳季诺夫在8月11日表示，俄军各预备队在抵达战区之后，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地形，与友军建立通讯，以及明确各部队作战任务等，然后才有机会发动一定规模的反攻行动。外界猜测，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乌俄双方将在库尔斯克爆发激烈大战。然而，根据俄罗斯媒体表示，尽管俄军预备队已经加强了各阵地的防御，并暂时遏制了局势恶化，但乌军并未停止进攻，目前正在就索克林尼察、克雷内沃、苏贾以及博尔科夫等地展开进攻。乌军为了占领更多土地，动用了装甲机动部队向前快速突进。在遇到难以突破的俄军阵地时，乌军便会绕过阵地继续向前推进。在克雷内沃方向，乌军试图通过附近的托尔皮诺突破到俄军集群的后方。在苏贾方向，乌军宣称控制了该地区，但俄军也表示仍拥有控制权。综合外界消息来看，乌军应该没有完全占领苏贾，只是在一定时间内对苏贾完成了地理上的包围。但随着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与艾哈迈特特种部队加入战场，抢回了苏贾北部的外围阵地，比如马尔丁诺夫卡村，算是暂时解了围。不过乌军也没有任由俄军逞凶，同样在这里投入了不少部队，多次对马尔丁诺夫卡发动进攻。对于乌军来说，只要占领该定居点，就能限制苏贾城内的俄军部队。与此同时，乌军还从东部与西部强攻苏贾，并拿下了西郊的贡恰洛夫卡与扎奥列申卡。而在南部地区，双方不断将预备役投入战场，目前已经陷入拉锯战。与此同时，乌军为了切断苏贾，将部分兵力部署在苏贾克雷内沃高速公路沿线的森林地区，而俄军也利用远程火炮与战机对该区域实施轰炸。为了躲避俄军重火力，乌军分散成小股部队在沿线驻扎，而克雷内沃附近暂时没有发生战斗。另外，在苏贾外围定居点，乌军同样部署了大量兵力，目前正在挖掘阵地、建立哨所以及组织后勤。根据乌军动作来看，明显是计划在苏贾扎根，然后彻底占领该地区。此外，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军还出动了大量破坏与侦察小组，其中一个破坏小组甚至已经深入到距离库尔斯克核电站近8公里的地区。有目击者表示，乌军破坏小组的行动完全是公开的，不仅收集库尔斯克地区的所有信息，还毫不避讳地与当地居民沟通，来确认库尔斯克的基础设施细节。如果他们继续向前渗透，很可能会抵达核电站。乌军一旦破坏核电站，那么俄本土将有许多地区陷入停电。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显示，这些交战地点距离俄乌边境约30公里。显然，俄罗斯已经承认乌军深入库尔斯克地区。与此前发生的边境冲突不同，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乌军首次对俄本土进行深入进攻。对于此轮攻势，乌克兰官员表示，目前仍处于进攻状态，目的是拉长俄军的防御战线，以便对此造成更大的损失。同时还导致俄罗斯内部局势不稳。俄罗斯国防部军事政治局局长阿劳季诺夫表示，乌军此次行动还具有分散注意力的可能性。借助库尔斯克的战事，乌军可以趁机对其他战线发动进攻，比如赫尔松方向。因为长期以来，乌克兰正规部队、特种部队以及情报总局特种部队一直在赫尔松地区进行联合训练，尤其是2栖协同作战的训练。那么库尔斯克的战事为什么直到现在仍未结束？
对此，俄罗斯给出了一个说法，那就是乌克兰正在与北约协同作战。因为库尔斯克的俄军在与乌军交战时发现，不仅仅是乌军士兵进入库尔斯克，另外还有格鲁吉亚、法国以及波兰等国家雇佣军，而且这些雇佣军也不是散兵游勇，反而是训练有素。其中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紧张，格鲁吉亚政府甚至不愿意派出军队介入高加索地区的军事冲突，但如今却愿意将部分人员送入乌克兰战场，愿意以雇佣兵的方式来对抗俄罗斯，这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其次就是法国雇佣军，此前马克龙就希望向乌克兰派出北约军队，但遭到了部分国家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让法国公民以平民身份加入乌军来对抗俄罗斯，想必也是可行的。至于波兰就更不用说了，波兰雇佣军算是最早加入乌军的部队之一了。那么按照俄罗斯的角度，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是调动乌克兰战场的兵力，还是调动国内的预备队呢？俄罗斯的盟友似乎已经做出了选择。近期，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宣布，鉴于乌军无人机连续侵入白俄领口，在击落多架乌军无人机之后，白俄一支机械化部队已经进入战备状态。目前，白俄特种部队、地面部队以及导弹部队，包括火箭炮系统、战术导弹系统等装备，在接到国防部命令之后，已经开始向白乌边境方向移动。外界猜测，作为俄罗斯为数不多的盟友，在库尔斯克严峻局势的背景下，白俄此举是为了向乌克兰发出警告，顺便帮俄罗斯牵制部分乌军兵力。因为俄军调动的援军到位时间并不一致，并且还需要一定的展开时间，这将给乌军机会。连日来，已经有多支俄罗斯援军遭受伏击，损失惨重。俄罗斯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缺少能一锤定音的部队。虽然俄罗斯各地还有驻防部队，但大多数精锐都在乌克兰战场，这使得俄罗斯大后方兵力空虚。毕竟在去年6月份，瓦格纳向莫斯科大举进发的时候，就已经向外界证实了这件事。因为一支只有轻武器的雇佣兵部队向北一路突进，差点打进莫斯科，而这也为乌克兰带来了灵感。可能从那时候开始，乌军就计划复刻一次瓦格纳的突袭行动。而且在乌克兰的背后，肯定还有北约情报的支持，想必是北约国家的侦察体系探测到俄军兵力空虚，在俄本土缺少足够的战略预备队的情况下，乌军进攻犹如无人之境。如果此时白俄能够出兵的话，兵力完整的白俄军队显然能迅速发挥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卢卡申科来说，在2022年初期没有出兵，放到现在估计更难下决心了。出动一支精锐部队前往白乌边境，牵制部分乌军部队，已经是卢卡申科最大诚意了。普京想要指望白俄驰援，显然不大现实，最终还只能俄罗斯自己应对。接下来是关于中东地区的最新消息。根据媒体报道，伊朗即将对以色列展开袭击。8月9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阿劳季诺夫表示，伊朗将执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命令，对以色列进行严厉打击。8月11日，伊朗外长巴盖里重申，伊朗决定惩戒以色列，以便对德黑兰遇袭事件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以色列最新情报显示，伊朗可能会在8月15日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因为在15日的时候，以色列将进行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的谈判。以色列官员此前已表明，15日的谈判是以哈双方可能达成协议的最后机会。面对咄咄逼人的伊朗，以色列早已做好了作战准备，同时美国还派出了航母打击群威慑中东地区。但是美国好像还是不放心，因为在8月11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要求将美军佐治亚号巡航导弹核潜艇部署中东。据公开消息显示，佐治亚号核潜艇可以携带154枚战斧巡航导弹。显然，美国正在不断加大军事威慑。毕竟单靠佐治亚号一艘潜艇就已经具备打击一个中小国家的能力，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中小国家是难以防御数量超100枚战斧导弹的饱和攻击的。因此，佐治亚号的到来将对伊朗构成极大威胁。与此同时，美国还将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部署 F-22隐身战机，来增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综合作战能力。从目前动向来看，美国就是奔着伊朗来的，即使不直接进攻伊朗，也有可能对伊朗扶持的武装采取行动，包括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与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的其他武装。你们觉得呢？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用户8月8日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购买了5000个新型锂离子充电电池，以及150万美元的额外辅助电缆，以支持其在役的便携式电源回收系统。
与原始 98WH 的 SoloPack 电池相比， SoloPack 2的功率提升到了140瓦时，并增添了许多新功能，例如其新配有先进连接器，可实现更快更方便的底部接触充电，甚至还可以在飞行中充电。而且 SoloPack 2已支持各种现代化应用，包括士兵系统、便携式现场设备、先进的传感器以及光学器件、精密导航设备等。凭借这些功能， SoloPack 2将增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能力，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完成各种任务。前段时间，瑞典空军公布了一项新计划，其名为斯特拉。该计划旨在探索利用 JS-39 发射小型卫星的可行性。据悉，使用战斗机将卫星送入太空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如意大利曾进行过类似的研究，计划通过台风战斗机将小型卫星送入太空。不过，因其并未向外界透露研究结果，也就导致外界并不清楚此类研究是否具备较高的可行性。而对于瑞典此次的斯特拉计划，其空军航天部门负责人卡尔森明确表示，目前该计划仍处于初期阶段，它的主要目的同样是为了验证使用战斗机将卫星送入太空的可行性，而并非深层次的开发利用。当然，如果该项目的研究成果能够实现具体应用，后续将会由瑞典空军和国防研究局联手推进，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据中时新闻网8月9日报道，新西兰海军补给舰奥特亚瓦罗号在为美国海军两栖突击舰全狮号进行油料补给任务中，共补给335万升燃料，总计耗时8.5小时，创下了其服役以来历时最长的补给记录。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任务并非预先计划，而是因为美海军补给舰因故无法为全狮号补给，才由奥特亚瓦罗号执行此任务。对此，新西兰海军表示，通过此次的油料补给任务，让两国士兵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大幅增强了两国作业的互通性。据中时新闻网8月11日报道，近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与意大利海军加福尔号航母打击群于西太平洋海域举行了联合军演。对于此次演习，意大利海军表示，将有助于加强航母作战能力，同时也能对外展示北约盟友之间的作业互通性，能够让北约在必要时刻对各国作战力量进行有效整合。与此同时，在此次演习结束之后，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也将前往中东地区接替福特号执行中东任务。至于意大利的加夫尔号航舰打击群，则将前往关岛进行短暂休整，而后继续太平洋巡航任务。8月9日，美国对外宣称正在与挪威拟定一项采购合同，该合同现已获得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认证，将提交国会进入最终批准程序。根据合同内容，美国将向挪威出售16套海马斯火箭炮装置、15个 M30A2 制导多管火箭系统替代弹头吊舱、15个 M31A2 单一高爆吊舱以及100个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吊舱。同时，包括这些武器系统的集成、备件、工具包、测试设备、物流和培训等工作，交易金额约为5.8亿美元。如果这笔交易能够正常进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被指定为这一军事计划的主要承包商，届时其将会和美国军队一起定期前往挪威，进行项目管理审查、设备布置和培训等工作。据保加利亚军事网8月11日报道，印度计划在未来6到7年内，通过采购先进战机的方式来对现有空军部队进行现代化升级，以提升制空、对地、侦察和电子战等多场景中的战斗能力。为此，印度正在寻找优质制造商，要求其战机年产量至少能达到18架。目前已有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萨博以及达索航空等公司准备抢夺印度这项订单。其中，萨博公司更是强调，如果印度能够与之进行合作，其承诺每年可为印度空军生产20到25架战机。当然，
印度官方目前尚未对其进行回应，主要是因为其采购计划可不止仅购买战机那么简单，还涉及到技术转移以及在印本土化生产等多项国防合作。印度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提升本土国防制造能力，从而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据美国国防博客8月11日报道，波兰与美国已签署了一份价值约为8.5亿美元的采购协议，将向美国购买数百枚 AIM-120C 导弹，预计在2025年年初进行首批交付，其余采购计划将在未来几年内分阶段完成。AIM-120C 是当前最先进的全天候超视距导弹，它可以与各种战斗机集成，如 F-16，而波兰现役空军的基石正好也是 F-16，所以获得这些导弹后将大大提高波兰的空防实力。除了 AIM-120C 导弹外，波兰最近还采购了美国其他的先进军事装备，如今年6月，波兰敲定了购买更多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议，进一步巩固了防空网络，以及此前波兰为了加强装甲部队从美国购买的 M1A2 艾布拉姆斯坦克和海马斯火箭炮。通过多项武器交易，波兰和美国深化了军事合作，而作为回馈，美国还在波兰派遣军队，加强了其边境地区的安全部署行动。据 X 平台8月10日消息，俄罗斯将展示一款新型火炮无人地面车辆，该车辆主要由 MTS-15 履带式机器人底盘以及 D30 122毫米榴弹炮组成。其中 MTS-15 底盘能够让 UGV 保持12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进120公里左右，同时还能够保证负载达到15吨，以携带足够的弹药和补给品，从而执行各种任务。D30 122毫米榴弹炮能够为 UGV 提供火力输出。这款榴弹炮以耐用性、可靠性和多功能性而闻名，且具有独特的3腿支撑系统，可以提供稳定的射击平台，并允许快速360度旋转。虽然说 D30 122毫米榴弹炮并非是一种全新的炮弹，但将其集成到自主武器平台却是一种全新的概念。此外，这款 UGV 还配备了自动遥控装载系统，它的遥控范围为500米，可根据战术情况进行火力支援或远程轰炸，大大提高了操作效率，并降低了战区人员的风险。据战区8月9日报道，美国437型隐形无人机得到了首次曝光。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图片，这款无人机的外观极具未来感，它拥有尖锐的机鼻、半梯形的机身、后掠翼，以及带有伪装涂层的微型尾翼和一个圆形排气口。而且据航空周刊报道，预计 Model 437在携带 1.8 吨燃料的情况下，能够以 0.8 马赫的速度巡航5550公里。而且它还有一个内置挂架，可以携带450公斤的武器或其他系统，如2枚 AIM-120C 导弹或一个测试雷达成像传感器。不过最让人不解的是 Model 437竟然罕见地配备了驾驶舱。对此，相关专家分析后称，传统无人机在分机运作方面主要依靠内置的逻辑算法，这对于某些特殊任务来说可能会因此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而能够承载飞行员的 Model 437很有可能会改变这一现状。如 Model 437将不再受传统无人机的空域限制，也不再依赖于护航机的保护，只要有飞行员驾驶就能飞往不同地点，这将会是其独特的优势。所以，相较于传统无人机而言， Model 437的出现将会为未来空战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据中时新闻网8月11日报道，美国空军与波音公司签署了一项新合约，价值25.6亿美元，采购2架 E-7A 蝎尾鹰的原型机。据悉 ，E-7A 是波音公司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共同开发的新一代预警机，以波音737系列机身为基础，并在其机背上装有大面积的多功能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因此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等优势。目前，除了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以外，韩国空军、土耳其空军也在使用该预警机，且都在空中警戒任务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而美国此次订购 E-7A 大概率是为了取代服役年限过久的 E-3预警机，使其成为美国空军未来的空中之眼。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美军使用的数据链系统远比其他国家更复杂，这也就意味着波音公司还需要对 E-7A 预警机的原有通讯设备进行改进，才能与美军数据链相适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俄乌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对战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乌克兰能在此次进攻中取得多大的战果？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